最近这些天是连续的下雨，搞得我菜园里边的活几乎什么都干不了了。原本是计划给这些西红柿进行整枝的，结果因为下雨的原因也干不成。看着西红柿长得已经是枝繁叶茂的了，草也跟着都长出来了。看着樱桃番茄，有些都已经膨大起来发白了，可是还是没办法给它们进行整枝啊。下边看了天气预报，后边连续1周可能都还会下雨。看看这枝条啊，下场雨都已经长疯了。这些枝蔓要是再过上几天的话，会长得更多、更乱、更密，那个时候就更难处理了。希望周末的时候能有一个间隙不下雨吧，我好好把它们整理一下。这片麦子也没找出时间来收割，和西红柿是一样的，也需要等晴天进行才行。这批麦子我感觉真的是割晚了，好多麦穗经过这么多天的下雨都已经发黑了，外表皮已经有点发霉了。不知道天晴之后再晒晒还能不能缓得过来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就是割了喂鸡了，没什么好办法了。现在终于是明白了，为什么好多地方是在雨季来临前要加班加点的抢收小麦了。收晚了，可能真的这1年辛苦就白费了。刚刚播了一个小麦粒，已经硬了，看起来是成熟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再连续下几天雨的话，很有可能就该发芽了。连续下雨之后，这些土豆倒是长得越来越好了，葱也开始长大了。不过葱地里边的草也是越来越多了，等天气晴点儿，还得把草都给除掉。这边的这几批玉米也终于是摆脱了干旱，开始快速的生长了。希望能早一点的吃上甜玉米吧。这个是我种的第3批的甜玉米，也开始慢慢的长高了。过几天再把粒粒的糯玉米都给它种下去，到时候我们的玉米应该就能够持续不断的收获，一直到深秋了。这红薯呀，估计是长不了了，看看又被兔子吃光了，已经是连续被吃了好几次了。这批红薯从小苗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被兔子吃，一直吃到现在了。感觉这批红薯想长起来应该是没啥希望了，已经变成兔子的口粮田了。看看远处同一时间种的那些土豆，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其实红薯如果不被兔子吃的话，起码枝叶的茂盛程度应该也和土豆差不多了。这秋葵的小苗连续下了几场雨之后，总算是缓过来了，要开始发力生长了。这次还是种了不少秋葵的，种的也比较密一些。这边还有一些种的比较晚的西红柿，是大番茄的品种。后边还有更多的西红柿，这些也都面临着该整枝了，都盼着晴天呢。后边还有茄子，最大的一些茄子苗已经开始挂茄子了。后边小的这一些呢，估计得等上一阵子才能看见开花结果了。今年的这些菜都是种的比较晚。后边还有辣椒和柿子椒，也都是比较小呢。稍微大一些的已经开始结小辣椒了。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一个辣椒了，我把它摘下了，因为苗都还是太小了。我这些苗主要就是移栽的比较晚了。随手摘一点蓝莓吃，这东西鸟实在是太喜欢了，我们如果不及时把它摘下来，很容易就被鸟给吃了。这黄瓜呢，今年很奇怪，也不知道都是被什么东西给我咬断了，就是故意咬断的。你看这个地方能明显看出是有什么动物钻过来的痕迹，把我这片黑麦都给压倒了。看看这儿乱糟糟的，看看这2颗黄瓜，本来都是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并且都挂了好多的小瓜了，结果被它从这个地方给咬断了。这颗也是，整个上半部就都掉下来了。看看这干枯的上半部，真是太可惜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干的。主要是它们也不吃，就是故意的破坏，把黄瓜咬断而已。我找了一下，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一个成熟的黄瓜，把它摘回去。哎呀，看这根长得还算凑合吧。看看西葫芦有没有长得特别好的。哦，那儿有一根大的，我把它给摘下来。这东西真是哈，下场雨一下就膨大了。哎，哇！看这根西葫芦长得确实是不错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摘回来。这棵花菜长得有点老了，得赶紧摘回去了。这种是散花菜，或者叫松花菜，可能有人也管它叫有机花菜吧。这算是我最后一个长得特别大的了。哎呀，先放在这儿，一会儿给它处理一下再拿回去。哦，蚕豆也已经都快给摘光了。现在每天都是吃好多菜，完全是吃不过来呀。这边的圆白菜，我感觉这是被鸡给我啄了呀。
这个要不就留给鸡吃吧，我还是把一颗好的给它拔回去。这毛毛虫、菜青虫什么的又开始回来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了，我们只是因为时间太紧张了，也没地方放，就没及时收下来。如果要是收获了之后，这些毛毛虫、菜青虫什么的就没什么影响了。这些是前些日子给它打完尖的甜瓜，经过几场雨之后，也是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倍。看看这些花还有小瓜都已经长出来了。上次有朋友问我们有没有种西瓜，其实西瓜我们也是有种的，这些就是西瓜，只不过因为移栽的都是比较晚了，所以现在长得还不算大。这些西瓜再过一阵子也该开始进行整枝整蔓了。那边还有南瓜，也是种了一大片，现在没时间处理。这边的都已经开花了，真是好多活都要干呀，都在等着天晴下来。这是今年新移栽的葡萄，像是葡萄呀、蓝莓呀、桑葚呀，还有其他各种浆果，种起来都是比较容易，而且第一年就会结果。看看这个小葡萄树，现在结了2串葡萄，其中有1串都已经膨大了。这几个葡萄应该是能收获尝尝味道的。这野树莓感觉那些紫的都已经被鸟给吃掉了，我们还是得及时的过来给摘一摘，不然的话就什么味道都尝不到了。这是今年种下的枣树，也是裸根种植的，现在都已经开花了。照顾得好的话，应该还是能结不少的果实的。今年是种了狼枣、梨枣、GA866，还有冬枣。本来还想种一颗蜜罐枣的，结果买的时候没有了，看看今年能不能买到，明年再种一颗吧。这大蒜呀也都该挖了，还没顾上，只把第一批成熟的最早的那个格鲁吉亚火给挖掉了，其他的还得找时间处理。大地里边的那批蒜也是需要都把它们及时的挖出来了，事儿太多了啊！把颗葱回去调味用，还是拿剪刀剪吧，这样后边还能再长出来。要老是这种天气的话，还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啊，没法干活，还是比较痛苦的。鸡应该是比较喜欢今天的菜叶子，里边有菜青虫。拿回去。这割过之后又长出来的这新一批的韭菜，看着也挺嫩的。不过今天菜太多了，明天或者后天我再把它割下来炒点韭菜吧。那边还有长得大一点的，是上一批的，昨天割了点，炒着也还行。不过最好还是做馅儿吃吧，炒已经没有那么的鲜嫩了。这菜园里边自动灌溉都得给它关上了，因为连续的下雨，没有必要浇水了。掐2个紫苏的尖儿回去调味用。今年的薄荷也都长老了，没做任何的处理。去年做的薄荷膏、薄荷油，现在还剩好多呢，也没必要再做了，没什么用途了。去年还晒了点薄荷茶，现在也都还有呢。就这么小小的一块地，种出来的薄荷就完全都是用不了的。天色已经慢慢黑下去了，该回去吃晚饭了。摘的菜不多，不过感觉到明天应该也吃不完。再吃几个蓝莓吧。这下过雨之后，就真的不用洗了。我还是推荐大家种蓝莓，蓝莓真的是又好吃又健康，种起来也容易。看我这一颗在花盆里边种植的，上边结了不少。哪怕是只是种上这么一颗，平常没事的时候过来摘一些，也是足够打牙祭的。而且味道真是太好吃了。看这种超大个的蓝莓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等它全熟，全熟的时候大概率鸟就会过来啄了。小朋友们也参加完课外活动回来了，这是刚踢完球，一回来就跑到蓝莓这儿摘蓝莓吃了。给我吧啊！真的很甜啊。爸尝尝。好。啊。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爸爸。你们2个吃吧。但黑莓还没熟呢，黑莓得等下个月才能熟。你吃什么了，豆豆？吃一个生的吗？不，我吃一个怎么了？你看这儿还有好多熟的呢，你们也不摘。这里蓝莓是这个。好了，咱们要回去了啊。这桃好大呀。是呀，再过1个月就能吃了。今年我们可以吃上自己的大桃了。你们最爱吃桃了是吧？